大家好，我是毒魂。前两期视频我们盘了一番黑风山和黄风岭章节登场的动物角色，那么今天自然就轮到漫天飞雪、处处银装素裹的小西天了。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在正式进入小西天之前，我们先来聊聊前两章的两只隐藏龙 BOSS 赤然龙和小狸龙。提前说明下，龙毕竟是幻想生物，因此相较于剑帝原型，我更想单纯分享下个人对他们在造型设计上的看法。同时，由于我对中国龙文化的了解不多，所以如果说法有缺漏或错误的话，也请各位补充和纠正哦。首先便是隐藏在瀑布后面的赤然龙。要说这赤然龙的形象，虽然能很明显的看出是条中国龙，但是和我们传统印象中的经典形象还是略有差异。首先，赤然龙在与我们战斗的过程中全程在地上行动而不升空，这一点隐身图中也是特别提到了，称赤然龙如今难以爬云。观察其身形，我们亦能看到赤然龙的肩部高高隆起，肌肉发达，四肢强健，前后肢间隔距离较近，爪子的形态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鹰爪模样，而是更适应陆地行动的形态，整体构造相较飞龙更似走兽的模样。赤然龙这样的走龙造型非常接近魏晋至唐代一些作品中龙的形象，例如这尊南朝时期的彩绘青龙画像砖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走龙形象，其身姿轻盈，四肢修长，脚爪也是更似走兽的模样。而这具同样来自南朝的龙纹砖，上面雕刻的龙也是一只典型的走龙造型。而到了唐代，亦是不乏这样的走龙形象，像是这尊鎏金走龙的雕像和这面盘龙镜上雕刻的龙，也都是非常明显的走龙形象。不知赤然龙的造型设计是否是参考了这些魏晋至唐朝时期的走龙形象呢？总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赤然龙的造型。中国龙的形象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每一朝代的龙都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因此我非常欢迎文化作品能够将不同时期的中国龙形象展现出来。接着我们来看看黄风岭藏龙洞中的小狸龙。相较于赤然龙，小狸龙的造型则更加的拟人化，乍一看就是个披着龙皮套的壮汉。狸这个字的本意有纯黑色的马，因此狸龙自然容易让人联想到黑色的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游戏中的小狸龙被设计成了青黑色，其英文名也是直白的翻译成了 Black Long。有关狸龙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庄子所记述的《庄子列御寇》中，其中便记录了一名穷苦人家的少年冒险潜入深渊，从睡着的狸龙下颌处偷到宝珠的故事。而非常好玩的是，在黑神话尚未正式发布的预告阶段，许多老外看到小狸龙的造型时直接脱口而出这头野猪，这就属于是赤裸裸的文化差异了。咱们看到这个明显的龙头造型，一眼就能认出是龙，但不认识中国龙的老外在看到这个形象时，便只能用自己熟悉的相似事物去脑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小西天。天命人在此遇上的第一个动物系妖怪便是这些拿着钢叉的老六蝙蝠。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蝙蝠妖的鼻子上端长有又尖又长的凸起，形似一颗叶片。而现实中的确有一类蝙蝠具有类似的特征，那便是叶口蝠科。该科下的不少蝙蝠都具有类似的特征，例如这种以及这些蝙蝠物种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所以很明显，从外观上看，小西天的这种蝙蝠妖设计原型八成也是取材自叶口蝠科的某种蝙蝠。与此同时，或许是为了凸显它的怪异，设计师还为其设计了2对翅膀。顺带说个题外话，叶口蝠科下有一种名叫洪都拉斯白蝠的蝙蝠，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可爱的蝙蝠，以至于甚至有人将它们当作宠物饲养。而这个白里透着红的形象，是否让你觉得有点眼熟呢？据说怪物猎人世界中的浮空龙设计原型之一便是这种蝙蝠，当然这只是猜测而已，官方并未证实。玩家继续推图，不久后便会遇上一名来自花果山的故人赤尻马猴。可以看到，游戏中的赤尻马猴长着一张黑脸，脑袋四周长着向外炸裂的灰白毛发，同时身后长着一条又细又长的尾巴。这些特征让我第一眼看到它时，感觉像是参考了长尾叶猴属的猴子。这个属的猴子便普遍长有黑脸白毛加细长尾巴。当然了，稍加观察就会发现，赤尻马猴本身其实就是个灵长类缝合怪，尤其是这无毛的躯干和四肢，看着就像是个比例失调的人加无毛长臂猿的结合。与此同时，另一种混似狮猴通臂猿猴也出现在了游戏中，它则被设计成了一只长着山魈脸的怪异猴子。说实话，这让我有些意外，本以为会直接设计成长臂猿的形象。击败赤尻马猴后，继续推图，我们便能遇到一个长相极为滑稽的小西天土地，其长着人头鸟身，身子给人感觉像是一只雪鸮。不过雪鸮的腋下一般是比较干净的，因此单看小西天这长着密密麻麻横纹的翅膀，又有点乌灵鸮的味道。短暂打过招呼后，小西天土地便会将我们变成一只蝙蝠，这只蝙蝠的形象就非常典型了，显然是参考了大名鼎鼎的吸血蝠。之前的视频我们也说过，虽然受文化作品的影响，大部分人一提到蝙蝠就会自动往吸血鬼的形象联想，但其实现存的近1000种蝙蝠中，只有吸血蝠亚科的3种是真正吸血的，而这其中又以吸血蝠本尊最具知名度和代表性。至于为啥小西天土地能变出栖息于美洲的吸血蝠，
都看到第3期了，我想大家应该早就不奇怪了吧？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天命人终于来到了照见湖，随后我们便会遭遇个人认为整部游戏中最美的 BOSS 亢金龙。亢金龙的造型可以说是整个游戏最符合我们印象中经典中国龙形象的 BOSS 了。宋朝时期的艺术家曾结合前人的基础，概括出了专门的画龙定法三庭九祀。所谓三庭即自首至脖，脖至腰，腰至尾，即相庭也。意思是龙首到前肢，前肢到腰，腰到尾巴3等分。而所谓的九祀则是脚似鹿，头似驼，眼似鬼，相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宋朝时期的中国龙就已经非常符合我们传统印象中的形象了。而如今我们常见的中国龙形象，虽然不一定完全遵照三庭九祀，但多少都会带点影子。例如亢金龙的形象，便很明显的能看到鹿角、鱼鳞、鹰爪、蛇象等元素。与此同时，亢金龙的身上自然也不乏一些独特的设计，除了头顶的独角，在其脖颈和脸颊附近还长着半透明的竖瓣薄膜，就宛如晶莹剔透的飘带一般，大大增加了这位龙娘的美感。类似的设计在其他一些作品中的类龙生物身上也能看到，例如怪物猎人系列中的泡狐龙、哥斯拉大战金刚2中的提亚马特等等。这样精美的裙摆再搭配亢金龙那清秀无瑕的脸蛋，哎呀，感觉我们黑猴玩家也要有自己的龙系列了。你是有点瞎头了哦，不得不感叹，玩了20多年游戏的我，在各种游戏中击败的龙怎么也有3位数了，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 Dragon、Wyvern、Drake 等等，如今终于能在游戏中对上如此纯正的中国龙了。至此，后面的成龙、青背龙、小黄龙等龙我们就不再说了。如果有小伙伴对他们的造型设计有什么看法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哦。接着我们来说说有着山岳般巨大身躯的龟将，相信不少小伙伴已经看出来了，龟将的这个脑袋显然是参考了鳄龟这类龟类，不过同时也并不取材自单一物种。首先，龟将的头部造型比较接近大鳄龟，但脖子又明显比大鳄龟更长，长脖子这一点则更接近拟鳄龟。同时，当我们爬到龟岛的末端，便能看到龟将的脖颈到头顶处长有许许多多的突刺，这一点又比较接近中美拟鳄龟的特征。不得不说，龟将的体型是真的非常震撼，远远望着就宛如一座行动的山脉一般。不知有没有哪位大佬能通过模型计算出它在游戏中的尺寸？我真的很想知道它到底有多大。当我们击败亢金龙的人形态亢金星君后，便能将困在金牢中的二师兄救出。相信不少小伙伴都听闻过有关八戒到底是野猪还是家养黑猪的争论。支持八戒是野猪的观点认为，原著里描写了八戒生的长嘴獠牙，并且还评价其外貌是獠牙锋利如钢锉，脑后棕长排铁剑，长嘴，身有獠牙，还长着长长的鬃毛。这些特征似乎确实更符合野猪的形象。而支持八戒是家养黑猪的观点则认为，原著中多次提到了八戒长有一双非常大如扇子一般的耳朵，尤其是在第77回，更是称八戒的耳朵大到可以盖住眼皮。如此大的耳朵显然是家猪才会有的特征，野猪不可能长有那么大的蒲扇耳。至于所谓的獠牙和长鬃毛，其实并非是野猪的专利。我们印象中的家猪之所以没有獠牙，是因为它们往往都在长出獠牙之前就被宰杀了。其实如果时间足够的话，家猪也是会长出獠牙的。而长鬃毛也同样不是野猪的专利，一些品种的家养黑猪也会有较长的鬃毛。所以听完双方的观点，大家觉得原著中的八戒是野猪还是家养黑猪呢？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后者的。不过换个角度来想，说不定作者设想的八戒本身就是家猪和野猪的混合形象。说回游戏，黑神话中的八戒就明显是头野猪的形象了，尤其是当八戒现出本相时，更是一头凶悍无比的大野猪。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八戒的吻部上方长有2列明显的骨质凸起，这个造型让我莫名想起了《冰河世纪4》中的那头海盗野猪，它也是在吻部上方长有莫名其妙的骨质凸起。不知八戒的设计师是否和我有着一样的童年呢？这个造型如果硬要在现实中找相似的，那就只能是同为猪科的鹿豚了。它们的上獠牙从吻部上方的皮肉中长出，和黑神话中的八戒有些许类似，但本质完全不同。接下来的剧情，我们将解锁一个如世外桃源般的地方——66村。在这里，我们将第一次见到人狠话不多的铁匠银虎。可以看到，银虎的外观是一只白虎的形象，那么它大概率就是孟加拉虎了。毕竟通常情况下，只有孟加拉虎会出现白色色型的个体。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说的白虎是指白色色型的虎，可不能和白花虎搞混了。可能会有小伙伴好奇这俩有啥区别？简单来说，白色色型的白虎是基因突变的特殊色型个体，而白花虎则是得了白
化病的个体。直观对比双方的外观就能看出，它们的眼睛颜色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并且一些白化虎甚至会出现近乎全白的毛色，可见双方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不过，有关孟加拉虎是否是唯一会产生白色色型的虎亚种，现在也出现了争议，因为有报道称一些动物园中的东北虎也诞下了白色色型的幼崽。对此，个人觉得可能是这些动物园中的东北虎祖上曾和孟加拉虎混过血，基因不纯。当然，也不能排除东北虎真的能产生白色色型个体。除了白虎，我们在半路上还能遇到一只向我们求援的白虎狐妖。这只狐妖第一次登场于第2章的章节动画中，有些小伙伴可能会好奇它是不是北极狐，我觉得不是，应该就是一只白色色型的赤狐。赤狐也能产生毛色偏白甚至近乎纯白的个体。而当这只狐妖将我们变成狐狸后，变身后的我们身上也会带有些许红色，或许在昭示它就是一只白色色型的赤狐。我们继续深入，便能遇到一只手持巨扇的隼居士，它也是为数不多游戏中直接表明了物种的妖怪。隐身图上写明了是海东青，也就是毛隼的俗名。与此同时，隐身图中还写到隼居士为了增强手中宝扇的威力，不惜拔光了身上的羽毛，这才使得它变成了游戏中那光溜溜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乌鹫成的精呢。视频的最后，我们来说说大圣的第3个根器鼻秀爱。它的外形乍看像是条长了10条尾巴的观赏金鱼，这个形象不禁让人联想到了《山海经·北山经》中记载的河罗鱼。传说这种鱼长着10个身子1个脑袋，外形极为诡谲。对此，有猜想认为这河罗鱼的原型可能就是鱿鱼，因为我们知道鱿鱼长有8条腕足加2条触腕，古人或许正是将这10条触手给当成了鱿鱼的身子，因此才传出了10身而1手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鼻秀爱身后的尾巴亦是十分细长，像极了鱿鱼的触腕，可见这鼻秀爱的外形设计或许正是受到了河罗鱼的影响。好的，至此我们便将小西天的动物系角色给说过一遍了，喜欢的话也请给个3连支持一下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